对这些骁骑卫来说，体内的剧毒是禁锢他们一生，并且永远不可能打破的枷锁。但对叶晨来说，只需要一点点灵气，就可以将他们体内的剧毒彻底清除。所以，在刚才逐个拍打他们肩膀的时候，叶晨就已经用灵气挨个将他们体内的剧毒清除。而此时的7人听到叶晨说体内的毒已经解了，先是满脸诧异，随后闭上眼睛仔细感受，果然先前汇聚丹田的那股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他们体内的毒并非普通的剧毒物质，而是一种不受身体控制的能量。这股能量在他们体内就像定时炸弹，以7天为一个周期进行倒数，一旦7天时间一到，这股能量将彻底摧毁他们的经脉以及五脏六腑。而所谓的解药也并非能解除毒素，只是服用一次就能让这7天的倒数时间重置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此刻的他们才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那股毒素已经彻底消失，这让几人在一瞬间都满面骇然。他们实在想不明白，刚才还能感觉到的毒素是什么时候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的。为首那人的脑子转得相对快一些，他想起刚才叶晨又拍过自己的肩膀，于是便下意识地问道：难道刚才您拍我们那一下就帮我们把毒解了？叶晨轻轻点了点头。那人面色惊诧地问道：这种剧毒根本无药可解，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叶晨笑道：无药可解的原因是留在你们体内的剧毒并非真的毒素，不过就是一种你们驾驭不了的能量而已。既然你驾驭不了它，就要被它驾驭。7人表情又惊又喜，同时对叶晨也更多了几分敬畏之心。叶晨的话虽然寥寥几句，但其中却昭示了一个等级关系。他们这些骁骑卫的实力弱于体内这股一直控制着他们的能量，而这股能量却又弱于叶晨的实力，所以对他们来说，叶晨就是他们现阶段所有认知中实力最强的天花板。为首那人从椅子上站起来，后退一步，绕过椅子，对着叶晨单膝跪地，毕恭毕敬地说道：在下谢谢先生救命之恩。另外6人也立刻不假思索地起身，后退下跪，齐声道：谢谢先生救命之恩。叶晨微微颔首，对几人说道：起来吧，坐下一起聊一聊你们对组织的了解，看看还能不能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那人立刻点头说道：您放心，在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叶晨看向李亚林，开口道：李探长，你有什么想问的吗？李亚林不假思索地脱口道：我有不少问题。叶晨点点头：那你来问。好。李亚林当即拿起自己的记事本，刚才叶晨与几人对话的功夫，他已经罗列出了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最开始的几个问题其实都是叶晨在北欧伯根的时候就曾经问过他们的，诸如他们的身份、智能、驻地所在的位置以及关于驻地的一些具体情况。这7人自然是将所有知道的都一股脑地说了出来。李亚林听得仔细，待他们介绍完基本情况，便开口问道：你们这些骁骑卫在塞浦路斯的组织架构是怎么样的？为首那人解释道：骁骑卫一共271人，共分为左、中、右3旗，每旗90人，每个旗又分为3个营，每个营30人，每个营下面再分3个队，每个队有10人，设一位指挥使，下面是3个旗的旗长，9个营的营长，27个队的队长，我就是中旗一营的营长。说着，他继续介绍道：除此之外，在网上还有1名节度使，以及节度使身边的5名贴身禁卫，不过他们就是另一套体系的人了，地位比我们要高很多。李亚林问他节度使是什么官职，那人回答道：节度使便是整个驻地的最高指挥官，掌管整个驻地所有人的生杀大权。李亚林皱眉问道：节度使、指挥使、骁骑卫，你们的这些职能称谓好像都很古老，有什么来头？那人解释道：都是源自明朝的军兵制度。
李亚林脱口道：“你们这个组织，该不会是从明朝一直延续到今天吧？”那人道：“不瞒您说，单单是被操控奴役的死士，可追溯的历史就有至少300年，所以组织初创的时间很可能真是明朝时期。不过这些我也只是推测，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太清楚。”李亚林不禁倒吸一口凉气，随后他定了定神，又问：“那你们有这个节度使的身份信息吗？”“没有。”那人摇了摇头，道：“驻地内部的构架极其严明，我们这些骁骑卫虽然比死士的地位高一些，但也依旧是组织奴役的对象，每天做什么都是奉命行事，不知道节度使的具体身份。”李亚林抿了抿嘴，又问：“如果按照实力进行划分，节度使、贴身禁卫、骁骑卫以及死士，哪个群体的实力最强？”那人想了想，道：“我们没见过节度使和他的贴身禁卫出手，不过我们的实力一般要比死士强一些，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从死士中脱颖而出的。”李亚林问他：“你们骁骑卫平时经常执行任务吗？”那人回答道：“骁骑卫只执行紧急任务。”说着，他进一步介绍到：“正常任务一般都由死士执行，我们会提前挑选执行任务的死士，然后在出发之前使他们深度昏迷，再交给邮差把他们运到执行任务的地点。不过这种前后准备时间比较长，突发事件来不及，所以一旦有突发事件，就由我们骁骑卫来负责。”李亚林再问：“那你把你们这次收到任务的所有细节跟我描述一下？”那人想了想，一五一十地说道：“我们是出发前几个小时才接到的临时任务，节度使给了指挥使8个北欧人的图片资料，指挥使根据照片上8个人的体型特点，将我们7个人挑选了出来，在铜矿经过化妆之后，由他带队乘坐飞机去了伯根。”李亚林一下感觉有些棘手，他对叶晨说道：“叶少爷，这个组织的架构森严，而且每一层之间的信息隔离做得非常到位，即便是骁骑卫所知道的所有内情，也仅限于他们那个驻地以及驻地一些掩人耳目的业务，其他的几乎一概不知。如此看的话，想知道更深层次的信息，就必须得找到那个节度使了。”叶晨点点头，又道：“节度使也未必知道多少有价值的信息。”李亚林忽然想起什么，连忙问叶晨：“叶少爷，您刚才说他们体内的剧毒是需要定期服药才能延缓发作的，对吧？”叶晨微微颔首：“没错。”李亚林又问：“547，你们这些生活在斯里兰卡附近的死士也是需要定期服药的，对吧？”547如实的点头道：“是的，李探长。”李亚林随后看向那位骁骑卫，问他：“你们每周要服用的药是怎么来的？是有一大批放在铜矿的储备，还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人来送？”那人忙道：“药是定时来送的，而且都是由我们与土耳其之间来往的货轮负责运送。我们需要的大量物资也都是通过货轮的渠道送进来。”李亚林点了点头，喃喃道：“也就是说，如果能有办法切断解药的供应，那整个驻地所有的死士，所有的骁骑卫都活不过7天，对吗？”那人后背一凉，下意识地说道：“理论上是这样，可是您不能这么做啊。”李亚林看了看他，淡淡道：“我只是提出了这种可能性。”说完，他看向叶晨，认真道：“叶少爷，如果想解决掉这个驻地，那切断解药的供应绝对是个好办法，而且一旦把解药的供应顺利切断了，那就能进入到一个围点打援的状态中，就好像战场上的狙击手，不杀死伤员，而是利用伤员吸引对方的救援人员，然后一个个将前来援助的人都干掉。”万破军听到这里，不禁激动地说道：“围点打援，李探长这个办法太好了。”说罢，他连忙对叶晨说道：“叶先生，若是用李探长的办法，一边围点打援，一边等7天期限，那7天之后，这个驻地恐怕就自己消亡了。”547恐惧不已地说道：“叶先生三思啊！一旦这么做了，
几千名死士和死士的家属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了。是啊，那名骁骑卫也慌乱不已地说道，死士与骁骑卫大多是被迫才为组织卖命的，如果真断了他们的解药供应，他们一个都活不下来，这对他们来说太残忍了。说完，他看向叶晨，哀求道，先生，求您看在我们都是被逼无奈的份上，给我们和我们的亲人朋友留条活路吧。叶晨没说话，一个人沉思片刻之后才开口说道，断解药的办法虽然好用，但确实不太人道，一旦成功，几千条人命就不复存在了。说到这里，叶晨忽然看着547和这几名骁骑卫，认真问道，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你们吃下组织给的解药之后，体内的剧毒不是被延后发作，而是忽然被彻底清除了，你们会是什么反应？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